城市的天空在傍晚时分变得昏暗，低沉的云层压在头顶，像是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。今晚的雨来得急促，风也带着刺骨的寒冷。我匆忙加快脚步，试图在暴雨来临之前赶回家。随着第一滴雨水落在脸上，一股不安的情绪涌上心头。我不由自主地缩了缩脖子，感觉今晚的雨天有些异样，不是普通的秋雨，而是一种让人寒毛直竖的冷意，像是整个城市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笼罩着。我叫杨峰，今年30岁，住在市中心一栋老旧的公寓楼里。公寓的电梯经常坏，楼梯间总是昏暗无比，尤其在这样的雨夜，让人莫名感到压抑。我一个人住在这里，生活平静而单调。这样的雨夜本该如往常一样平淡无奇，然而今天的一切似乎有些不太对劲。雨越下越大，我走进了楼门，脚步匆忙，试图尽快进入温暖的房间，远离这令人不安的雨夜。爬上几层楼梯后，我终于站在自己公寓的门前，手指有些颤抖地插进钥匙孔，推开门进入屋内。屋子里的温暖立刻包围了我，但奇怪的是，这种温暖并没有让我感到安全。相反，房间内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感笼罩着我，像是一双无形的手紧紧抓住我的心脏。我关上门，脱下湿漉漉的外套，雨点仍在窗外急促地敲打着玻璃。屋里安静得让人心烦，只有雨声在空气中回荡。我拿出手机，想看看新闻或朋友的讯息来打发这种不安的情绪。然而，当我打开手机，却意外地发现信号几乎消失殆尽。这在市中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我疑惑地来回切换模式，却毫无效果。正当我准备将手机放回口袋时，一条简讯突然弹了出来。你听到了吗？陌生的号码，陌生的讯息，让我愣了几秒钟。我皱着眉头，仔细看着这短短的一句话，心头的疑惑随之加深。这是某个恶作剧吗？我不认识这个号码，也没有听见什么奇怪的声音。我没有回复，关掉手机，把它随手丢在沙发上。这可能只是某个无聊之人发来的骚扰讯息，但不知为什么，心底的不安感却没有因此减少。我给自己倒了一杯酒，想让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下来。雨声持续不断，仿佛在窗户上敲打出某种节奏。这种持续的声音让人烦躁，我试图转移注意力。正当我准备靠在沙发上小憩一会儿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敲门声。那声音极轻，像是有人试图压低声响，以免惊动我。我下意识地朝门口看了一眼，心中一惊。这么晚了，谁会来敲门？而且我并没有听到电梯或楼梯间有任何脚步声。我站起来，慢慢走向门口，透过猫眼向外看。走廊里昏暗无比，几盏老旧的灯泡微弱地闪烁着，灯光映照在走廊两侧的墙壁上，拉出长长的阴影。我仔细看了一遍，走廊上空无一人。我稍微放下心来，觉得可能是风把什么东西吹到门上了。我打开门，外面果然什么也没有。走廊地上有些湿漉漉的水渍，但除此之外，只有冷风吹过，夹杂着雨水的气息。关上门，我深吸一口气，试图说服自己这只是巧合，但内心的那种不安却挥之不去。我打开了电视，想让一些背景声音填满这种压抑的空气。然而，电视画面刚刚打开几秒钟，屏幕突然开始闪烁，画面变得模糊，声音也断断续续，像是信号受到了严重干扰。电视的屏幕上忽然显现出一张模糊的脸，那是一个女人的脸，苍白而无表情。她的眼睛睁得很大，死死地盯着我，仿佛要透过屏幕看进我的灵魂。她的嘴唇微微颤抖，似乎在说些什么，但声音完全听不清。我愣了一下，随后屏幕就陷入了一片黑暗。我不禁后退了一步，手中的酒杯险些滑落。这绝不是普通的技术故障。那张脸，那诡异的表情，让我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上来。我赶紧关掉电视，让屋子里重归寂静。此刻，只有外面的雨声依然肆虐，敲打着窗户，仿佛想要侵入这个空间。心跳还没完全平复过来，手机再次震动。我拿起手机，这次是一条语音讯息，来自刚才那个陌生号码。我犹豫了一下，点开了播放，听筒里传来一阵沉闷的呼吸声，接着是一个女人轻轻的低语声：“我在你门外。”这句话像一柄利刃，瞬间刺入我的心脏。
我的呼吸骤然急促起来，手中的手机差点滑落。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冻住了，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：这是真的吗？我猛然转过身，目光死死盯着大门，手心渗出了冷汗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告诉自己这可能只是恶作剧，或者是某种技术上的错误，但内心深处的恐惧却无法抑制。那个声音，女人的低语，仿佛就在我耳边回响，让我无法忽视。我缓缓走向门口，打算看得清楚。当我的手握上门把，正准备打开门时，内心突然出现一种强烈的阻止感。我不确定门外到底有什么，但一种直觉告诉我，最好不要轻易打开这扇门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缓慢地走回到沙发旁，却再也无法安心坐下。外面的雨声似乎变得更加急促，像是在催促我做出决定。那个低语声不断在我脑海中回荡。我想，这只是一次恶作剧，但内心却无法彻底说服自己。我决定先躲进卧室，躲开这股压抑感。卧室窗外的雨势更加猛烈，雨水重重拍打着窗玻璃。我把门锁上，靠在床头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可是，窗外的雨声并未带来任何安慰。雨点不断打在玻璃上，像是在急切地敲打某个讯号，而我知道，我无法忽视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听到一阵细微的声音，这声音非常轻微，但在这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。它不是来自窗外，而是来自房间里。我感到全身的汗毛瞬间竖起，心跳加速。我缓缓环顾四周，试图找出声音的来源。就在此时，衣橱门不知为何轻轻地开了一条缝。我紧盯着那条缝，内心充满恐惧。我知道里面不该有任何人，但那种阴森的感觉让我无法忽视。我犹豫了片刻，最终还是鼓起勇气走过去，打算确认一切是否正常。当我靠近衣橱时，房间里的灯突然闪烁了几下，随即陷入了一片黑暗。我站在原地，呼吸变得急促，双手冰冷。就在此时，我听到了一阵低沉的笑声从我身后传来。我猛然转身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屋子里依然一片漆黑，只有窗外的雨声和风声在耳边回荡。但那声笑声依然在我脑海中回荡，让我无法冷静。我不顾一切地冲出了房间，打算逃离这诡异的地方。然而，当我来到门前，却看到一道影子出现在门外。那道影子高高瘦瘦，像是某个人站在门前，静静地等待着我。我屏住呼吸，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。我不敢打开门，也无法后退，仿佛整个身体都被这道影子吸住了一样。那道影子开始慢慢移动，逐渐向门靠近。我紧张的手脚冰凉，却无法移动半分。门外的影子停下来，仿佛在与我对峙。我死死盯着他，心跳如雷。就在这时，门忽然轻轻打开了一条缝，透过缝隙，我看到了一张脸。那张脸苍白无比，眼睛里没有丝毫生气，嘴角却带着诡异的微笑。我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，因为我看到了我自己，那张脸正是我自己。喜欢这则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哦。